中医在看病养生时，总是离不开阴阳这两个核心概念。阴阳平衡是身体健康的基石。若对营养与阴阳关系缺乏深入了解，治病养生便可能误入歧途，药物使用也可能适得其反。谈及阴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阴虚之人怕热，阳虚之人畏寒，症状上截然相反，这使得人们容易将阴虚与阳虚视为对立面。然而，这种理解仅触及了阴阳关系的表面。实际上，阴阳之间不仅存在相互制约、对立平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构成了上下、内外的层次关系。阴在下为基，阳在上为用；阴在内为体，阳在外为表。黄帝内经明确指出，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这深刻揭示了阴作为阳之基础的重要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阴阳其实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那么，阴阳究竟具体指何物呢？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由阴阳气血四大元素构成，其中阴与血同属物质层面，是构成人体结构的基础，而气与阳则同属功能与能量层面，是驱动人体运转的动力。人之所以活着，不仅要有完整的结构作为支撑，这个结构还必须具备功能，并能产生能量，否则就如同一具完整却冰冷无生命的尸体。我们可以将生命比作一支燃烧的蜡烛，阳与气是那跳跃的火苗，代表着功能与能量，而阴与血则是那默默燃烧的蜡烛本身，是物质与基础。若火苗熄灭，即便蜡烛再大再长，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反之，若火苗燃烧的过旺过快，蜡烛很快就会耗尽。这样的火苗虽然一时灿烂，却难以持久。历史上不乏因服食壮阳药、春药而英年早逝的例子。这些药物虽能暂时提升人的精力，却过度消耗了身体的蜡烛，导致生命提前终结。从药物性质来看，这些能挑亮火苗的药物多为补阳、壮阳之药。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上火，其实也是不断挑亮火苗的过程。虽然每次对身体的损耗不如直接服用温阳、壮阳药那么大，但长期积累下来，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正是对人体之阴的消耗，许多疾病甚至大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中医对阴虚严重的病人往往持谨慎态度，有时甚至拒绝治疗或直言无法治愈。因为即便医生医术再高明，也无法迅速补充作为身体基础的阴。而一旦人体之阴无法生成或恢复，疾病就会不断加重，生命也将走向终结。正因如此，中医对人体之阴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甚至在流传至今的元曲中都有体现。阿胶一碗，芝麻一沾，白米红线蜜饯，粉腮四休，杏花春雨带笑看，润了青春，饱了天年，有了本钱。这句元曲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阿胶等补阴药物和食物对人体健康的滋养作用。它们补足的是人体的健康本钱，即生命的蜡烛和人体之阴。经常服用中药的人可能会发现，治疗不同疾病的药物价格各不相同，而药物的贵贱往往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一定关系。比如感冒药通常价格较低，因为它们多使用花、叶等轻质药材，如金银花、甘草、荆芥等。而到了慢性病调养阶段，药物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因为此时会用到植物的根茎，如三七、西洋参等。到了需要大力补阴、补足生命蜡烛的时候，药物价格可能更为昂贵，因为它们会用到阿胶、龟板等动物药材。这类补阴药物之所以价格昂贵，是因为它们针对的是身体的根基和本钱。这些药物的厚重不仅体现在其生长周期长、炮制工艺复杂上，更在于它们对身体的滋养作用深远而持久。就像盖楼一样，打地基是最关键也是最耗时耗料的环节，但一旦地基稳固，万丈高楼便可平地而起。因此，在我们日常的养生中，最关键的是要注重养阴、护阴。通过食用阿胶、桑葚、枸杞、山药等补阴之品，来增加日常食物中的补阴效果。这样不仅能滋养身体，增强免疫力，还能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希望这期节目能够为你带来启发与帮助，也欢迎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共同探索更多中医养生的奥秘。我们下期再见。